Hello， 大家好，我是课代表。像是睁眼说瞎话这种行为，向来是为人不耻的，毕竟没有人会想被人当成傻子。然而近些年随着网红频出，他们为了爆红，简直可以说是不择手段。睁眼说瞎话的例子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不少网友都表示主播是在侮辱我们的智商。而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故事更加令人气愤，因为有位网红为了赚钱，前一秒还振振有词，结果转头就把视频删除，并且换了一副嘴脸，完全推翻了自己的说法。至于原因，当然就是因为收钱了，所以才改了口风。这位网红叫牛道，是一位来自北京的美食博主，拥有100万粉丝。结果因为一次地道的川剧变脸，惹得大家嘲讽不已。事情的起因还要从 KFC 出的一款老北京炸酱面开始说起。自诩为地道北京人的牛道，得知 KFC 出了这道地方名美食后，便迫不及待地打算去尝一尝。从他发出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刚进入 KFC 下单时，牛道的语气夸张地抱怨一碗面26元很贵。之后等到炸酱面上桌的时候，牛道开始了最受诟病的一幕。只见他尝了一口炸酱的味道，然后极为嫌弃地丢在一旁。更令人惊讶的是，下一秒牛道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了另一款自己带货的炸酱，对比了 KFC 的炸酱后，口中嘟囔着这才是真正的老北京炸酱。随后牛道开始了花样挑剔，要么嫌弃明码标价的面少，要么吐槽 KFC 过水的面差点意思。但这些情况一遇到自己带来的炸酱就迎刃而解了，结果可想而知。牛道这样明晃晃的踩一捧一，受到了不少骂声。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想推销自己的东西，所以即便是骂他，也还能理解他这样做的原因。但令网友没想到的是，此事到这还没完。又过了几天后，牛道不仅将这条视频删除了，还再次去了肯德基，并点了同款炸酱面。不过这一次的态度可谓是180度大转变，不仅直言面的价格不贵，还夸人家的酱油是个好酱。经过一顿猛夸后，牛道最终笑眯眯地说出一句有一种家里妈妈做的味道，并且直呼这就是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两种截然不同的点评简直惊呆了众人，网友们更是对牛道的变脸速度瞠目结舌，同时也被他这个把大众当傻子的模样气笑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牛道肯定是收了人家钱了，先是收了带货炸酱的钱，随后又收了 KFC 的钱。但作为一个需要秉持公正客观的美食探店博主，牛道这种唯利是图的行为让大家感到十分不耻，于是网友们也不再客气，纷纷对他进行了口诛笔伐。眼看事情不对，牛道赶紧发了个解释澄清的视频。他表示第一次去吃的时候，那家店的面和酱都不尽如人意，所以自己才给了一个差评。但之后为了测评的客观性，他又去尝试了一次，这次才发现面好酱好，所以做出了与之前完全不一样的评价。不过对于他的这番过于苍白的解释，大家并不买账，还纷纷发言膈应他。比如牛道去肯德基后厨一看，你猜怎么着？他妈妈在那煮面呢。事实上，牛道的作为不仅被网友们公然嘲讽，就连同行侦探唐人杰都发视频暗讽了他的丑陋举动。要说起他们二人之间的恩怨，还要提起牛道那些无底线的拉踩行为。有一次，侦探唐人杰去了北京一家肉饼铺，这家店被各大探店博主包括牛道都给出过好评，于是他打算去尝尝这么出名的肉饼到底是什么味道。可没成想，肉饼一上桌就让唐人杰失望至极，因为这肉饼看起来干瘪的，像是隔夜剩下的。待到肉饼入嘴时，唐人杰的想法再一次得到了证实。身为一个专业的厨子和美食探店博主，唐人杰毫不犹豫地对这个肉饼打了差评。怎料这个评价一出，就一时激起千层浪，因为有很多网友表示自己吃过这家的肉饼，的确是物美价廉，多吃不厌，所以大家一度对唐人杰的专业产生了质疑。但口味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仁者见仁，只要公正客观就好了。而且从视频中也确实能看出肉饼的模样不是很美味，所以也有客观的网友为唐人杰发声称，也许那次肉饼本身就有问题。而就在大家议论的热火朝天的时候，曾经探店过那家肉饼铺子的牛道坐不住了，他随即开始了自己的骚操作。只见他不仅再次去了那家肉饼铺子，并大赞肉饼的美味，还直接暗讽唐人杰假厨子跟那净胡说。不仅如此，当唐人杰测评餐厅仿膳的美食时，牛道又上前蹭流量去了。原本唐人杰抱着很大的期望去探店，怎料将菜品一一品尝过后，却令他大失所望。所以对于这家店，他的评价只有简单的8个字：
就是慕名而来，失望至极。但得知唐人杰这个评价后，牛道又不乐意了，他随即复刻了唐人杰的行为，不仅去仿膳里点下同样的山珍海味，还连连夸赞菜品美味至极。这两人极端的评价也一度让网友们看得云里雾里，一时分不清他们到底谁说的对。直到肯德基事件的发生，大家才发现原来牛道为了钱可以毫无底线。还曾有网友透露，牛道作为一个探店博主，主要任务肯定是求证这款美食好不好吃。可牛道倒好，竟然说出别人觉得不好吃，那是因为不饿，饿的时候吃啥都香。更直言，这样的话根本就不是评价，更像是耍无赖。至此，唐人杰终于能洗刷自己身上的嫌疑了。随后他便在视频中光明正大的嘲讽牛道，内涵他不是牛公公就是吉吉国王。大众也终于看清了牛道的真面目，怒而抨击他唯利是图的无耻，还大骂其一系列蹭热度的行为实在惹人生厌。眼看着自己彻底翻车后，牛道第一时间清空了自己的所有视频，企图让这场风波随着时间的流逝被网友淡忘。但他的恶臭行为实在太让人生气了，悠悠众口根本堵不上。怎料见事情收不住了，牛道反倒委屈上了。他不仅在直播中坚决否认碰瓷唐人杰的行为，还一直向大家表述自己的委屈。话到伤心处时，他更是自曝这段时间受到了无数网友的网络暴力。其实从直播中确实可以看出，牛道的精神状态似乎并不好，整个人看起来萎靡至极。但网友们对此并不买账，毕竟牛道常年谎话连篇，这番状态也根本分不清真假。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他另一个研究书法的账号中，他曾经说过无数惊人的言论，其中甚至还牵扯到了李嘉诚等一众大佬。有一次，牛道表示李嘉诚的办公室里挂着2幅墨宝，其中一幅是左宗棠执笔所写，另一幅则是自己拜访的老书法家冯老师的作品。除此之外，牛道还直言，股神巴菲特之所以能登上福布斯排行榜，也是因为他收藏了这位冯老师的作品。而柳传志的第一桶金也是来自于他卖掉的第一幅墨宝。当然，这幅墨宝的原作者正是那位书法家冯老师。此外，牛道还表示，任正非办公室中间挂着一幅价值1000万的作品，原作者也是冯老师。虽然牛道抖机灵地将这些大佬的名字全部都换成了同音词，但他这样满嘴跑火车的行径，还是让不少网友感觉无比膈应。事实上，在网上宣传书法作品以及科普书法文化，将传统文化的奥秘传授给大众，算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但网友说，牛道这种为了推销书法卖钱就进行无底线的胡诌乱造，甚至是为了蹭人家的名气而虚构一些不存在的故事，那便是赤裸裸的欺骗行为了。而牛道作为一个100万大博主，还频频做出这种事情来，也难怪他掉粉近100万，还惹得万众唾弃了。只希望牛道能吸取这些教训，日后若是继续。还记得之前一位来自北京的网络名人牛道翻车，正宗的北京风味不仅没有让他走红，反而成了网友饭后的笑话。又或在老北京真地道是探店网红牛道的口头禅。凭借一口地道的京腔与爽利的风格，他在某音坐拥170多万粉丝。在某次探店肯德基新推出的炸酱面时，牛道眉头一皱，嚯，这哪儿炸酱啊，没法吃啊这个。但过2天他再次来到肯德基时，他却等不及将面送进嘴里就大口称赞，真有妈妈的味道，肯德基的炸酱面那是真地道。变脸速度堪称一绝，在平台上引起了无数的争议。网民们几乎一边倒地指责牛道第一次去商店收到了他代言的炸酱钱，然后第2次去商店收到了肯德基的钱，双方都没有冒犯，2笔钱都被拿走了。舆论很快就继续发酵，事实似乎也是如此。现在平台上哪个网络名人不接广告不找代言呢？不会错过这么好的赚钱机会，毕竟我们不知道一个网络名人的底线能有多低。然而在网民们一边倒的骂声中，牛道即使屏蔽了所有的作品，也无法平息网民们的愤怒。毕竟这个通常是我们老北京真的很正宗的假北京人，这次一点也不正宗。为了避免舆论的持续发酵，作为100万粉丝的网络名人，牛道不得不解释自己的未来。几天前，牛道专门更新了一段道歉视频，其中大致有以下2点。首先，当我第一次去商店时，我碰巧拿着我带来的炸酱产品，但我没想到会在肯德基炸酱表面遇到不同的炸酱，所以我想评论一下，但我不打算比较2种产品。第二，肯德基第2次参观商店，并不是因为他收了他们的钱，他没收了1分钱，
第一次参观商店后，他看了网友的评论，觉得自己做的不对，因此他免费去参观商店，想说更多的好话，以消除第一次参观商店的影响。在澄清了2次不同的商店评论后，牛道也恳求网民们不要再提这件事，并说他很胆小，面对互联网上的公众舆论，他很害怕。同时，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尽快平静下来，不要继续让公众舆论恶意发酵。然而，这种解释在短时间内仍然缺乏说服力。毕竟，这样一个竖起大拇指、挥动手臂，喊我们的老北京是真的人，这次太不真实了。即使没有这次事件，网民们也不敢恭维他以前的言行。对于这样一个不受欢迎的网络名人来说，这个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如果他能像其他美食店博主一样公平评论，这个事件只会变成大事和小事，而不是躲在视频后面恳求网友不要在网上曝光自己。除了牛道，其他同类型的网络名人如杨道、侯爷、马阿姨也是老北京，他们的作品一直是吐槽的对象，但总有越黑越红的迹象。毕竟网络平台就是这样，不管口碑好坏，只要有人看有人说，就会有流量，利益自然会随之而来。然而在牛道商店风暴之后，这些人仍然有点克制。在最近的作品中，他们没有继续喊老北京老北京，而是开始嘲笑老北京的做法，其目的显然是不想被牛道牵连。这种网络名人是否真的是老北京人并不重要，只要他们能利用自己的资源和能力来推广真正的老北京食品和文化，是值得称赞的。但像牛吃老北京红利但做不真实的事情，迟早会被交通和平台抛弃。虽然现在是流量为王的时代，但一个人只要把自己的流量转化为社会正能量，才能得到长远的发展。一味贪图广告代言的利益，只会伤害粉丝的心，最终会被粉丝抛弃。希望这样的老北京网络名人能做真正的事情。探店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微信官方账号刚刚开始繁荣的时代，大量本地生活微信官方账号就把探店当成了常见的广告形式。但碎片化信息和后疫情时代的双重到来，让探店获得了第二个春天。在后疫情时代，渴望外出呼吸新鲜空气的人们带动了当地的消费服务市场。根据艾瑞的咨询数据，当地生活服务市场的规模将从2020年的 19.5 万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 35.3 万亿元，在线渗透率也将从2020年的 24.3% 增加到2025年的 30.8%。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线下消费前探索商店作为消费参考，因此小红书、公众评论、某音等主要内容平台也率先布局，利用短快速的内容吸引注意，成为探索商店的新家。本来以种草社区闻名的小红书，现在关于探店的笔记已经达到了1261万张，而前一年小红书上的笔记只有109万张。TikTok 还推出了 TikTok 探险团等活动，鼓励探险专家入驻。例如，作为头部美食探险家，浪味仙拥有3618万粉丝和4831万赞誉。另一位美食网络名人大标志的累计赞誉已达到惊人的 2.4 亿。随着人们消费观的变化和各大平台的竞争布局，探店跃上了流量风口。作为探店者，他们是如何赚钱的呢？调查显示，探店主要有3种盈利手段。首先是免费更换商家资源，比如你给商家拍视频，商家给你免费订单，但这种方式属于资源置换，无法有效实现。二是商家主动付费寻找人才进行推广，费用基本由粉丝数量决定。通过一个营销服务网站，我们了解到2018年邀请网络名人探店的市场价格是一个粉丝2到5分钱。一般来说，一个10万粉丝的人报价在2000到3000元左右。随着网络名人探店的竞争越来越卷，价格反而下降了。3是除推广费外，将团购商家链接放在视频下方，根据订单成交量提取一定的佣金，最高可达 20%。 根据一家 MCN 公司披露的案例数据，一个只有6万名粉丝的 TikTok 号码每周有4段视频入选广州10大 TikTok，2500 张团购优惠券单，估计代券佣金2万。第二种方式实现稳定，第三种方式收入高，所以
也是有一定粉丝基数的探店者的普遍选择。这可以说是一场各取所需的游戏，线下商家迫切需要恢复疫情严重伤害的活力，探店人才收钱推广，平台也能获得流量。免费吃喝玩乐还能赚钱，听起来很美，但是成为一个稳定实现的商店探索者并没有那么简单。有业内人士表示，成为探店人才的硬性要求并不高，有500人粉丝可能会收到商家的促销清单，但当粉丝基数不高时，企业往往会提供免费更换条件，难以实现，这也成为了一个无形的门槛。然而，绝大多数头部商店专家都是 MCN 孵化背后的产物，比如美狮 MCN 再会一晚，年初几位红人被列入某音探店团榜首。面对许多想成为商店探索者的小白，业内也有着许多打着快速培训幌子的机构。一些网民评论说，他们联系了一些相关公司，但被告知他们需要先支付特许经营费，这不可避免地被怀疑是割韭菜。其次，即使你已经成为了一名商店专家，你也会面临这个行业的许多问题。首先，同质化问题在内容上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商店探索的主要目标是本地化的垂直市场，许多人的商店探索范围往往局限于他们自己和周边城市圈，并遇到创意瓶颈。头部 KOL 的模式太难复制了。某音上1158万粉丝的美食博客特别黑，专注于全国各地的美食。但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全国各地探索商店并不那么简单。大标志最初被称为大标志吃北京。由于高端奢侈品店的特点，它在互联网上很受欢迎，但它也被官方媒体命名。像牛道一样做内容贴近百姓，却翻车引发信任危机，后果更有可能是毁灭性的。此外，市场部门也开始监管探店推广的一些混乱。据新闻报道，今年3月，上海市场监管局集中执法6家涉嫌刷单炒信的公司。工作人员将作为群主向微信群中的人才发布探店消息，而人才则通过抢单领取任务。其中有成千上万的粉丝在这些所谓的消费者人才中完成探店后，可以从群中收到商家返还的消费费用和刷卡报酬。上海律师刘春全表示，在一般的人才商店探索活动中，评价是好是坏应该是他自己的真实表达。这种事先与企业达成协议的消费和评价行为是一种虚假的消费和虚假的宣传行为。作为当前的热潮，探索商店确实逐渐成为了许多消费者的刚性需求，并为许多人带来了实现红利。然而，在现红色滤镜背后也存在水和漏洞，各方面都需保持理性。对于消费者来说，有时他们必须擦亮眼睛，毕竟归根结底，这只是一个生意。